今年以来，美国持续借俄乌冲突、台湾问题、经济脱钩等诸多议题向中方发难，导致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外交部长秦刚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谈及中美关系时强调，美方的错误认知导致其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随后，美国白宫、国务院相继表态，重申不希望与中方冲突。8号，就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希望访华一事，中国商务部表示持开放态度。近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采访时称，他正考虑今年访问中国。对此，中国商务部美洲大洋四州负责人8号应询回应称，中方迄今为止未收到美方有关雷蒙多部长访华的建议，对其希望访华持开放态度。该负责人称，双方商务部门保持对话沟通十分重要，中方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彼此关切，推动建设性务实合作。除了雷蒙多外，美国财长耶伦今年也多次公开表达了访华的意愿，中方也展现了欢迎姿态。过去几年，美国对华展开所谓战略竞争，进行无底线打压。尽管如此，中美双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均显示，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展现出较强韧性。这充分说明了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中美关系不能长期的保持这样的低位运行。如果雷蒙多来访问的话，我感觉呢，起码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美国也在认真的考虑中美的经贸关系应该如何修复。美国是非常有动力去重启中美的经贸关系的所以呢，不排除美方一边谈这个贸易的问题，但一边还会向中国去施加压力。近年来，美国国内反华恐华情绪日益高涨，严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正常发展。而且，这种局面有向更危险方向发展的趋势。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7号的国情咨文演说中，片面渲染两国竞争。2月28号，美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继续鼓噪所谓中国对美国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妄称美中之间是场攸关生存的抗争。更值得警惕的是，在本届国会中，共和党极端保守派获得更大话语权。这些议员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和偏激。近期，无论是美国动用军机击落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上空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还是众议院连续通过多项涉台法案，实际上都折射出两党政客借反华恶华、煽动国内情绪、谋取个人私利的政治野心，也将中美关系引向更危险水域。外交部长秦刚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一些政客把第一颗纽扣扣错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他还特别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对此，美国国务院白宫迅速作出回应。即将辞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职的普莱斯于当地时间7号回应相关提问时多次强调，拜登总统对中国的态度没有改变。There has been absolutely no change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has not changed. 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一档电视节目上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方发生冲突，也没有任何理由引发各种紧张。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state of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right now? Are we in sort of a Cold War? No, not at all. And there's no reason that it should get to a Cold War sort of environment. We consider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is, quite frankly, the most consequent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s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it's a competition that President Biden believes we can win. 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中方对美国这种一边谈合作一边捅刀子的套路早已看清。美方这些行径不但损害中美关系，更威胁全球的和平稳定。未来10年是风高浪急的10年在未来10年这个中美两国进行这个激烈竞争的这个时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做好我们自己。中美竞争最关键的经贸和科技领域，只有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不会在竞争中落败于美方。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观察指出，要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美方树立正确的竞争观。遏制打压不会让美国变得伟大，更阻挡不了中国迈向复兴的步伐。美国现在政策界还在抱着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的这种想象，这个已经过时了。
所以呢，何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再能够主导一个单极的世界，可能何时世界才会迎来一个和平的可能。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要么对中国的印象依旧停留在旧时代，要么将中国的和平崛起简单地视为第二个苏联。去年2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解读中国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开源的中国政府文件、官方讲话和权威学术论文等英语译文资料库，促进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以知己知彼。据日经亚洲报道，该项目6号邀请美国多名顶尖中国问题专家，在阅读87页英译的中国文件后，共同评估中国对美战略演变。On a range of issues, economic issues, defense issues, environmental issues, social issues, and it's an attemp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stopping and listening to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hat is occurring in China outside of simply reading the People's Daily, Global Times. These are Chinese analysts writing in the main journals in China about a range of important issues. 话虽如此，但日经亚洲指出，解读中国项目模仿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如何加强对苏联领导层理解的模式。而在收录中国政府文件、官方讲话和权威学术论文等200份译文后，该项目正在改变美国分析人士讨论中国的方式。有与会学者就直言，这些译文令人震惊。CSIS 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的访问研究员莫纳汉表示，他原以为看到的会是《孙子兵法》，结果得到了托马斯·谢林和格伦·施耐德，二人分别是美国著名博弈论家和政治学家。莫纳汉发现，中美两国在理解威慑、强迫和胁迫的含义时拥有相同理解，这令人安心。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认为，通过阅读这些译文，可以促使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更准确了解中国领导层的观点。If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that there is a real mis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 that the U.S. is doing, reading these articles then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not only government, but also experts, to go back to the Chinese and say, you know, this particular point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U.S. policy.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就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态有意访华，中国商务部积极回应，称持开放态度。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雷蒙多他作为美国商务部长呢，现在被美国媒体公认是拜登执政团队内所谓对华经贸政策的一姐。那么权力与影响力最大，媒体能见度也是最高。那么雷蒙多的权力体现，无疑呢是他参与制定并且解释涉华经贸政策，包括持续更新发布各种指向性明确的实体清单。商务部下属的产业安全局正是瞄准上榜中企实施所谓清单管控、搞打压遏制的具体的执行机构。那么雷蒙多他的最新涉华动作是发布美国芯片，也就是 Chips for America 计划的实施细节。那么概而言之呢，美国去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500亿美元投向芯片产业的这个政府专项基金，钱怎么花出去，如何分，具体办法就是由商务部来牵头制定。那么为宣讲这一计划，雷蒙多上周呢接受了美国媒体的密集访问，他表态访华意向就是在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做出的。很耐人寻味的是，那么这样一位顶着对华鹰派标签的内阁高官，他对经贸议题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相对务实清醒的姿态。我看了这一段访问视频，雷蒙多他虽然反复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推进对华出口管制，聚焦芯片以及可能用于军事领域的尖端技术等等，但是呢，他同时也回应美方类似的出口管制不会扩展延伸到其他经贸领域。美国对华贸易额巨大，美方将继续致力于此，因为对华贸易实际上支持了大量的美国本土的就业岗位。那么在我看来，这相当于雷蒙多他在含蓄回应美国本土舆论场上甚嚣尘上的所谓经贸脱钩论。美国商务部长这番表述无疑也是雅虎财经最看重的新闻点。他上周的报道呢，就以此来作为标题 ：Why Biden's Commerce Chief is wary of expanding the economic clash with China jobs。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对升级对华经济冲突态度审慎呢？因为就业那么雷蒙多他固然是强势的部长，但是呢，在涉华经贸议题上，他也并没有固步自封到
追随附和美中经贸全面脱钩论的地步。那么他作为商务部长，也意识到全面脱钩的荒唐与荒谬，更是看到了中美经贸关系给美方带来的巨大的利益。所以看待评估对雷蒙多的这个访华期待，包括中国商务部的正面回应，我们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两面性与复杂性，乃至我们自身的利益所在，也必须要有更加全面的认知与判断。但在访华议题上，白宫阁员的表态与动作经常反差强烈，而中方回应也是天壤之别。您对此有何观察呢？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么这样一种反差呢，确实值得深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么如果也读到中国商务部的英文回应的话，那么美国防长奥斯汀他也许会生出几分挫败感来的，甚至他会羡慕起雷蒙多这位内阁同事。那么同样顶着对华鹰派的标签，雷蒙多也许会在可见的将来访华成行。但是呢，按照五角大楼此前的主动爆料，在所谓击落气球事件重创中美关系，制造了一场本可避免的外交危机之后，美国防长想致电中国防长来沟通，但是呢，电话根本打不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经常拿访华来说事儿。气球事件发生之后，他更是宣称取消了对华访问，但是呢，中方根本不接茬，直言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儿。那么大概在访问这件事上，中方回应最为正面的是对财长耶伦。此前耶伦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期间和副总理刘鹤会谈，气氛不错，一再延时，直到耶伦必须得赶飞机才中断了谈话。所以此后即便遭遇了这个气球人造危机，中美关系剑拔弩张，但是呢，当耶伦再度表达访华意愿时，商务部发言人也还是做出了正面的回应。部长和部长待遇就能差这么多，那么这其中的因由与根源，事实上很值得美方来琢磨面对。秦刚作为大国外长首次亮相两会记者会，回应美国记者就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提问，整整谈了16分钟，用时最长，谈得也最深。秦刚就特别告诫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这根本办不到。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会陷入冲突对抗。很有意思的是，那么就秦刚谈中美关系的硬气的表述，美国 CNBC 电视台特别向美国的国务院查询。那么在拿到国务院发言人的书面回应之后，今天呢 CNBC 电视台在他的网站头条刊出如此的大标题 ：US says it doesn't want to separate its economy from China's。美国声称无意与中国经济彻底分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回应与雷蒙多之前的表态可谓是异曲同工，有着同样的潜台词。那么在您看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秦刚谈中美关系应询回应有何潜台词？秦刚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中国比以往更加容易上热搜，被围观，但是呢，我们手中的麦克风还不够多，音量还不够响，舞台上也还有不少麦霸。现在看来呢，秦刚的两会记者会声量够响，他也成为全球舆论场上共同关注的麦霸。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刹车论时就表示说，美方多次重申无意对华遏制，也无意对华新冷战。国务卿布林肯去年曾明确表示，美方无意阻止中国发展经济，推进人民利益。布林肯也强调，美方不希望将中美经济割裂分离。我以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这番说辞呢，是未来布林肯再拿访华说事的铺垫。布林肯当国务卿已经进入到第3个年头，从任何外交绩效指标来看呢，美国头号外交官迄今还没有来华正式访问过，都是说不过去的，都一定会打 F 的评级。当然了，也必须要指出，未来如果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成行，他的中国同事一定会当面交锋，一定会严厉抨击美方滥用经济与技术霸权，对华大搞所谓产业链、供应链的政治化、武器化围堵攻击。那么这是注定要破产失败的。指望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美方根本办不到，也不可能办到。同时雷蒙多既然能够认识到中美天量贸易对本国就业带来的巨大的支持，我们当然也应该正视中美贸易带来的支持与红利。毕竟去年再创对美贸易新高，再度刷新盈余记录的，恰恰也是我们中方。
我认为啊，这也是商务部相关人士对当面沟通、保持开放立场的动力所在，也是格局所在。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连日来，中国科技成为全球媒体持续关注的热词。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表述，频频出现在外媒报道和研究机构的报告中。7号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议案中提出的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这一消息，也引发了外界关注和热议。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代表团8号全天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将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该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公开资料显示，科技部正式成立于1998年，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科技发展的宏观战略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规等。25年来，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进一步跃升，开启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阶段。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今年2月宣布，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有观察指，随着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如何组织和促进科技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对科学技术部进行机构改革，有利于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理顺科技管理的相关职责，推进部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使国家科技管理更加高效。科技创新，我个人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跟这个动力。因为客观来讲，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正在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外部的挑战，中国和外部的这样一个战略环境和战略态势的一个变化呢，加速了我们这些改革的这样一个进程，是让我们的这个改革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德国之声、英国路透社、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外国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对方案内容进行了报道。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7号发表题为《中国正在重新组建关键政府机构，已在科技领域超过竞争对手》的文章指出，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中国科技部的重组将与中国在创新、基础研究投资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英国知名科技新闻网站 The Register 8号称，中国重组科技部是该国为结束对西方技术依赖并促进国内创新而走出的重要一步。彭博社的分析则指出，中国选在此时大力推动机构改革的背景是，美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日益严重的出口管制与打压制裁，特别是在半导体及人工智能领域。虽然中国政府并未明确指出此次机构改革旨在应对的具体挑战，但相关行动被外界视为旨在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摆脱外部遏制打压的必要举措。I think the restructuring that we're seeing coming out of the NPC, and of course it's early days here, it reflects to some degree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this recognition that the U.S. is putting increasing pressure on key priorities for Beijing. So I think China is still grappling with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that, and there'll be a lot of focus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se key hard and core technology sectors, for example, like semiconducto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长期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中国改革有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日前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他特别注意到了习近平5号下午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库恩看来，习近平当天的讲话正是对中共20大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部分的再度深入阐述，不仅有提纲挈领的原则性概括，更有细节指引，让外部世界得以进一步清晰了解中国科技新阶段发展的蓝图规划。He talked about opening up new areas and fostering new growth as a result, and the only way that this can be done is through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w, he didn't leave it with that, which is still general. He talked very specifically, and just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he talked about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o those are very specific kinds of directives, which he did not give for other kinds of things. And I think everybody gets that message.
库恩注意到，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已成为中国最高层关注的重中之重。受当前外部恶劣环境影响，短期内半导体等产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将经历一段难熬的日子。但只要潜心耕耘，未来中国定能掌握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主动权。It is a critical situation. President Xi recognizes it, has for some time, but now has put more emphasis on it than ever before. By putting the emphasis, I want to stress, doesn't make it happen right away. Short term, some areas of China's development will be negatively impacted. But long term, one can be reasonably confident that China will develop its own chip industry and therefore be independent. 全国两会期间，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表述，频频出现在世界媒体报道和研究机构的报告中。新兴技术应用热土、全球重要创新高地等，成为国际舆论描述中国科技发展活力的热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中国有能力在未来成为世界顶级科技大国，因为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关键量子技术、能源、生物技术以及先进材料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知名综合性财政金融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称，相信中国政府会对研究机构在研发方面进行大力支持，并最终实现在先进技术上的自立自强。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伯格巫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通过高质量的创新和技术突破，进入了更具科技含量和包容度的新发展阶段。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加州圣迭戈美国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晤。媒体披露，3国领导人将在奥库斯框架下讨论共享最保密的核技术事宜，还将于下周公布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计划。对此，中方9号再次重申立场，敦促美英澳3国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On Monday, there will be a meeting of the AUKUS partners between myself,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Sunak. I look forward to announcing those details. They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appropriate way. 尽管阿尔巴尼斯对核潜艇计划守口如瓶，但媒体已经提前曝光了几个不同的方案。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2035年左右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在此之前，作为权宜之计，将向澳出售最多5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随后，潜艇的生产会转移到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潜艇会在英国设计基础上改进，并使用美国零部件和最新技术。此外，相关计划的其他内容包括要求美国在未来几年加强对澳大利亚港口的访问，并在2027年前建立美国攻击型潜艇在珀斯轮换部署的能力。在澳大利亚珀斯呢，来进行一个轮换性的部署能力。那么这个我认为，它是在澳大利亚真正完成核潜艇项目之前的一个过渡的一种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对于美国来说，它是有很多好处的。一个可以通过这种轮换部署，那么与澳大利亚呢进行技术交流合作。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通过这个轮换部署来控制澳大利亚，同时呢，它就加强了对于这个南海地区的控制能力。而英国《泰晤士报》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称澳大利亚有望向英国而非美国采购核潜艇。报道称，英方将把英国海军订购的阿加门农号和阿金库尔号2艘机敏级攻击核潜艇转卖给澳方，预计分别于2024年和2026年完工。同时，据美国最新防务网站报道，澳方采购核潜艇的一种方案是反应堆由英方制造，艇身由美方提供。针对这些报道，英国政府方面回应说，围绕核潜艇交易的磋商仍在继续。应该说，澳大利亚购买核潜艇的问题是具体落实奥斯协议的一个先行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所体现的就是军事同盟的共同利益。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在核潜艇这个购买的问题上，虽然有矛盾，但是大方向应该说的话呢，还是共同的，也就是合作，让3国都能够满意
三国的利益都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我认为呢，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美国会见英美领导的话呢，最重要一个东西。这些方案一经曝光，首先引发了澳大利亚的内讧。澳反对党自由党领袖前防长彼得·达顿公开表态称，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是澳大利亚的最佳选择。The beauty in my mind with the American model of the Virginia class was that it was a proven design. It gave us interoperability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re'll be more American subs in the Indo-Pacific than there will be British submarines. He's either being mischievous or he's not privy to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ve just come back from Barrow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re I've got a full briefing on what the United Kingdom is doing. I stay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the US Navy, and we'll make announcements very shortly about the optimal path forward on our nuclear-propelled submarines. 澳大利亚媒体则认为，从目前的方案来看，潜艇的交付已然变成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更不用说还有一笔巨额的费用。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spli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K and the ongoing debate on submarine contracts, we can be sure of this: delivery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and the expense will be immense, to say the least. It's estimated those 5 Virginia-class subs to be ordered from the US will cost more than $100 billion, and that's without factoring the costs of building dry docks for their maintenance and training crew. We're yet to hear anything substantial from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on exactly how this massive project will be funded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we may have to end up paying for those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ter. 2021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3国政府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澳联盟，美英将帮助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在澳建造8艘核潜艇。3国还将共享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及其他水下军事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指出，美英帮助澳大利亚建核潜艇存在核材料和核技术扩散风险，将冲击全球核不扩散机制。不过，根据奥库斯协议的最初版本，3国之间尚未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协议达成一致。法新社8号称，该协议令澳大利亚的地区近邻们担忧，印尼和马来西亚都质疑它可能会引发亚太地区核军备竞赛。在3月9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最新曝光的美英澳潜艇合作方案时表示，我们认为3国合作构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刺激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我们敦促美英澳3国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上周，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了访问加蓬、安哥拉、刚果布和刚果金的非洲4国行程。然而，在此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马克龙遭遇了尴尬时刻。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他竟然和刚果金总统当场吵起来了。马克龙声称，法国对刚果金国内的动荡现状没有责任，还指责刚果金政府无能。而刚果金总统则反对法国必须停止对非洲居高临下的态度。据非洲新闻台当地时间3月5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到访刚果金，并与该国总统菲利克斯·齐塞克迪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两人在会上谈及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动荡局势。齐塞克迪表示，动荡局势已经造成近700万人流离失所，并敦促马克龙对卢旺达实施国际制裁。但马克龙没有直接回应齐塞克迪的要求，只是称法国会忠实于作为刚果金坚定盟友的角色，捍卫其领土完整和主权。齐塞克迪又谈到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马克龙当即反驳称，法国对刚果金国内动荡现状没有责任。1994, c'est pas la faute de la France, pardon de le dire dans des termes aussi crus. Vous n'avez pas été capable de restaurer la souveraineté.Ni militaire, ni sécuritaire, ni administratif de votre pays. C'est aussi une réalité. Il ne faut pas chercher des coupables à l'extérieur de cette affaire. 此后，两人的言辞愈发激烈。What I wanted to clarify is that this also needs to change in the way we cooperate with France and Europe. Look at us differently by respecting us and considering us as true partners.
And not always with a paternalistic gaze, with the idea of always knowing what's best for us, but not for us. 现场随即爆发阵阵掌声。这一插曲为马克龙的非洲行蒙上了一层阴影。法国索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阿尔诺直接指出，马克龙违背了许多国事访问中本该遵循的礼仪规则，特别是应该尊重东道主和避免使用如此激烈或谴责性的表达。分析认为，恰恰是这场争吵暴露了法国意图经营非洲面临的困局。在此次出发访问非洲4国前，马克龙发表声明称，法国不能再把非洲大陆当作自家后院，应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的关系，展现出极为谦逊的态度。法国《费加罗报》指出，马克龙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坚定的盟友，但又说法国不需要充当救世主来提供解决方案。这一点没有说服力，